作为一位曾经到访过巴西贫民区，还有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纳卡、东非等等贫民区的旅者，非常好奇作为发达国家的韩国的贫民区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一期让我们一同走进韩国的贫民区与富人区，探索韩国的贫富差距。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一首《Gangnam Style》让江南区被大家所熟知，它的地位呢就有点类似于纽约的曼哈顿、上海的陆家嘴。那么今天呢就跟着我镜头一起来看一下韩国的富人区。前面呢应该就是韩国最大的购物商场 COEX， 它里面呢是涵盖了电影院、水族馆，当然也有会展中心的功能啊。一进来呢，里面是被分为了很多个区域啊，像左手边这个区域呢，就是他们的会展中心；右手边呢是他们的一些书店、购物广场。可以看到大家的衣品都不错啊，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它不像中国一样是一个很大的通透的，它是分成了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的功能都不一样的。往前面走呢，就是他们的水族馆啊。可以看到上面呢有很多波塞冬的这种宣传画。这里其实给我感觉就有点像在都市一样的吧，都是一些上班族。大家这么看，感觉这个商场很小啊，其实不是，它占地面积就有85000平方米了，只是它的这格局感觉比较小而已。Dios nos ama tanto, tanto, que su amor no puede entrar en toda la tierra, en toda la mar. Pero hay un lugar chiquito donde se puede quedar en tu corazón, en mi corazón. 可以看到啊，路边呢就是好车比较多以外呢，其实也看不出很豪华的地方一样啊，可能这边只是地段比较好。这里的房子的均价是在6万到10几万不等的。这里的公交车站呢还是封闭式的，有暖气，有监控，还有无线充电的，而且呢还是自动门，而且呢是有播报的。这边公交车来了。这里呢，从外围的基建是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富人区啊，除了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来之外，可以看到有一些名牌的商店，然后公交站做的比较好啊。这里呢，应该就是他们的奢侈品一条街了，像什么 Prada 啊、Gucci 啊，还有迪奥啊，都在这边。大家不要怪我穿那么的土啊，跟他们这条街格格不入，因为我是要温度不要风度啊。这边人的穿着还是挺有衣品的。在这边呢，除了一些奢侈品牌之外，最多的就是整形医院了，很多 clinic， 6楼7楼都是。看来我经过那个大厦，基本上一整层有4、5家都是做整形的。在他们的奢侈品店的后面那一排呢，是他们的住宅啊，那边呢是可以直接看到汉江的，也就是江景房，估计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但我实在是不认识这边的土豪，没办法带大家去看啊。我现在说话都有点瓢嘴，现在的气温非常的冷的，大概在零下4、5度左右。大家都说我一直是拍美女，那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欧巴的穿扮，觉得可以吗？这条路呢也叫 K-Star Road， 可以看到这边的品牌啊，都是做成一间一间独栋的这种旗舰店啊。大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它相遇还没到对的时机。夏天一去，又是冬季，71暖杯巧克力。那个奢侈品一条街，然后往这边走，就是靠着他们汉江的岸边啊，可以看到这边的住宅区。看外观觉得挺普通的，但应该都是一些大户型啊。
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但我实在是不认识这边的人，所以说没办法带大家进去里面看了。这里呢，应该就是他们富人遛狗、散步，还有休闲的地方了啊。从这个岸边的建设，包括他们的打扮，可能贫富差距很大，但是外在来说的话，好像看不出来啊。大家可能都在调侃他们的财阀经济，然后，但是相比于我们这些官老爷来说的话，真的是大巫见小巫了。就单看他们这些富豪的一些住宅来跟中国比的话，就拿深圳来比吧，像天路、天晴湾、深圳湾1号，完全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有可能它里面很富丽堂皇，但起码在外表上面是没有那么明显的。要是只看他们富人区的话，大家肯定会觉得不客观的啊。我现在呢已经从九龙地铁口出来了，听说呢在这边呢还有最后的一个贫民窟，他们当地称为是棚户区啊，他们不叫贫民窟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找一下他们的穷人居住的地方。这里呢离江南区就只有1街之隔。刚从地铁出来，感觉这里也不像贫民区啊，也是高楼大厦，建设的挺不错的。听说是在那个九龙村那边，从这里走过去大概就是900米左右。在这边看大家的衣着就正常了啊，不像在江南区那边都是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可以看到沿途都是新建的住宅区啊。听说现在的贫民区呢，我是查好看资料的啊，现在已经有400多户已经安顿好了。终于找到这里了，这里就是九龙村，也是江南区最后的贫户区了，或者说是贫民区了。在村口呢，还有一些人种着一些庄稼，可以看到这边都是一些平房，就是这些棚户区吧。但是他们也是有电线的，但是也是乱七八糟的电线。这个贫民区的很多住户呢，其实以前呢他是居住在江南区那边的啊。是在1980年时候被政府然后强制迁移到了这边来的。当时呢是因为1988年他们就申请的夏季的奥运会成功了嘛，所以说是为了适用才把他们迁移到这边来的。但现在政府也在积极的解决这个事情，我也是在网上看的，就有很多可能是一些安置的条件还没谈拢。大家是有看我第1期视频的观众就应该知道啊，韩国是在1987年才民主化的，这事情呢是发生在1980年的。可以看到这户以前是烧煤的啊，但现在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封起来的，这边贴了告牌，说的是他们已经迁离了啊，所以说就封起来准备拆的。但这边也是有一些还在这里居住，但基本上都是一些老人。他们不搬也是有原因的。你想想想，我以前他妈的是居住在江南区的，就因为我以前住的地方比较破，然后你就把我强制迁到了这边来。那这边的地价跟江南区地价肯定是一个天一个地的。但当时是军人政府啊，那肯定是不会考虑人权的问题的。在村大道还有一些杂货铺啊，别看他们也是有汽车的。这里呢，曾经3次发生过火灾啊，所以说到处都能看到一些灭火筒。村口的小黄，这个有点像秋田犬啊。村民在做辣白菜，用这种粗盐来腌制。看上思密达，盐，这些就是生活污水啊，直接就是在那边排到这里排出去的。很难看到在城市里面还有种菜的啊，都是种了大白菜，刚才在那里腌的。我在网上看的信息是，他们政府说是2025年，预计在2025年，然后就把所有的村民迁移啊，但估计很多人是不愿意走的，估计没那么简单。老观众应该知道我去过的贫民窟应该是不少了啊，从巴基斯坦，然后到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个贫民窟给我的感觉就是道路还是挺干净的，虽然也是比较的破败啊，但在破败当中又井井有条。在这里给大家环视一圈吧。这里呢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啊，但你想象一下，就比如是深圳的港下，那当然可能跟港下没得比啊。
但他们拆迁的话，估计赔偿也不少的。这边的汽车饱和率还挺多的，一路上全部是停满了汽车。我刚还在想他们平时怎么用水呢，在这里就看到一个吸水塔了。这里的房子都非常的矮啊，你看我站起来头都可以到房顶了。以前来说的话，这边居住环境是真的确实挺差的，但现在很多都已经门都封起来了，估计都已经是给安置好的了。给大家这样看一下吧，更直观。哦，这户应该还有人住的啊，还听到声音的。给大家随便找一家看一下以前的居住环境是怎么样的啊。这家应该是已经安置好的了，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放的一些洗衣机什么的，里面呢就一个房间啊，其实也是很小的啊。刚刚逛了几条街，有一些里面还是住着人的，但是已经很少了，就可能1、2户是有人住的。刚才看了啊，它里面呢是没有厕所的，厕所都是公用的，在外面的。这个是新建的，但是现在锁都打不开，要有钥匙才可以打开。给大家看看他们以前的吧。哇，还是挺臭的啊，以前的厕所。陪你走过4季，每当我有